Hello， 大家好，我是萊恩，歡迎回到我頻道。大家短髮還看得習慣嗎？這應該是我頻道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短髮亮相，好，希望你們還喜歡。OK， 現在是8月14號，那我來日本呢是6月25號來的，所以已經大概51天了，將近快2個月。然後剛好現在又是日本的お盆假期，他們放了11天，非常長。好，所以我想趁着這個機會，也還趁着我記憶猶新的時候，好好拍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留學或是打工啊相關的費用等等的一切該注意的事情。我覺得還蠻多的，有些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希望你們可以把這部影片看完。如果你是已經計劃來日本讀書或是上語言學校的人呢，這部影片非常適合你，請你一定要看完，絕對不會後悔。那如果你還在猶豫，不確定未來有沒有這個機會的，建議你也把影片保存起來，有一天你可能就會用到。好，如果你兩個都不是，你完全沒有這個想法，還是建議你看完，因為說不定你哪一天會像我一樣，因為一個小契機就愛上日本，然後想離開台灣去日本生活一下。接下來我們影片就進入主題嘍。從小呢，我就喜歡看動漫，我相信跟很多人一樣，火影忍者啊，然後到現在咒術迴戰、鬼滅之刃什麼的，自然就會對日本的文化有些好感。那當我開始學日文之後呢，我就逐漸的想要更了解他們當地的人在想什麼。其實就跟大家一樣旅遊，然後吃美食、看風景，然後慢慢的就真的愛上日本。我們都知道我們對日本會有一些粉紅泡泡嘛，其實我也知道，那我也知道有一些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想說，那我一定要來這邊親身的生活看看，1年，給自己1年的時間，讓這些泡泡呢，看會不會不見，或是我有自己的見解，那我看我能不能適應這邊的生活。這是我一個最初步的一個想法所以我來到日本讀語言學校，需不需要日文程度？我這邊的答案是不用的甚至你50音完全不會都可以來，因為它有最初階的班級是從50音開始教。但我這邊非常建議大家，你至少把50音學好再來，你就死背就好了嘛，把它背好再來，不然你來這邊會很浪費時間、浪費錢。因為50音其實在台灣就可以學了，為什麼要到日本才學呢？而且你至少有點日文基礎的話，你的生活會比較有樂趣，你也比較可以講出一些簡單的句子，然後別人聽得懂，你會有成就感。我真的不建議就是大家什麼都不會就直接來，這樣子有點辛苦，好不好？現在的 APP 是非常好用的，比如說多鄰國，大家可以去看我用多鄰國考過 N 試的影片，完全只用多鄰國，我覺得它已經非常夠用了。那還可以有很多，比如說唱歌學日文啊，喜歡聽日文歌的你就去聽，然後學一些單字，太多輔助工具了，現在不一定要花錢就可以上課，甚至你可以在台灣考 N5、N4，然後再過來這邊，我覺得相信你会更有成就感。讀語言學校要不要找代辦？這個有分2派，有一派人是自己做功課嘛，自己填報名表，自己記啊，自己找學校什麼的，自己匯款。那我是有找代辦的，我一開始以為代辦要跟學生收錢，所以我有點猶豫。但我後來發現代辦是不用跟學生收錢的，然後既然免費，為什麼不做呢？其實這些功課你也可以自己做，每個學校的優缺點、學費啊，然後學校的強項跟弱點什麼什麼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功課做得很細。但是我有嘗試做過這件事情，我發現網絡上很多資訊其實不一定這麼透明，大家分享的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偏見，所以我最後還是完全的交給代办，因為他們比較專業嘛，各個學校的狀況，然後會聽你的意見跟需求去幫你推薦一個你最適合的學校。我是走這樣的方法啦，因為你要準備的資料真的非常多，包括報名表就好幾頁，然後你還要準備你們家裡的經濟狀況的證明啊，郵局的存款啊，半年的什麼什麼的沒的，然後每一個時期有不同的資料提出來。我覺得我會做不到這件事情，所以有代辦提醒我說，現在幫我教什麼，幫我教什麼，幫我教什麼，好，幫我準備什么，幫我準備什麼。我覺得代辦对我來說是這樣的存在，我覺得非常的安心。那我們快樂，他們也賺他們的錢，何樂而不為？我是這樣想的。那影片的最後呢，我會好好的推薦一下我的代辦，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太用心了，而且回復的訊息真的超快。我有找過2、3個代辦，他們回復的訊息大概有時候等半天，有時候等幾個小時。但我這個代辦呢，超扯的，我一密他，然後他就大概10分鐘內吧，就回了我超多，然後非常用心，還把很多的須知啊、注意事項都放在記事本，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用心啊。所以我等一下會好好推薦他一下。学校的申請時間呢，我這邊建議是半年前就要開始準備了。日本的語言學校呢，他們有4個學期，1月、4月、7月還有10月。如果你是長期的話，他們是固定的入學時間。那如果你短期的話呢，幾個月的其實沒有差，隨時都可以進去。像我是今年7月，1月的時候開始給文件，開始給一些證明、申請表，然後2月卡過年嘛，所以2月之前我就把這些資料大部分都準備齊了，然後他們會慢慢審核，慢慢審核。你要知道日本呢，他們審核是比較慢的，也比較嚴謹的，不像台灣就是比較快，是比較慢，真的比較慢。大概3、4月的時候，所有文件都會大概 OK。那大概4、5月的时候，你才會把整個留學的一個 visa 都準備好，所以它其實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如果你時間很趕的話，會有點
難哦，因為還有房子的問題需要一起準備，所以請大家規劃好再行動。再來，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日本的租屋的問題哦。日本人呢，其實對於外國人是非常的嚴謹的。其實有一點，就像說排外嘛，我覺得大家都知道啦，就是他的政策非常的嚴謹。剛好現在的政局呢，對於外國人租房這件事情又更加的困难。如果你是要3手線或是一些比較便利的線，你不想要去學校，大概要30-40分鐘以上，或是1小時以上的話，你想要壓在20-30分鐘內的話，10萬、11、12萬跑不掉。好，我自己就是大概加管理費13.2500哦。其實日本的租房其實真的不便宜哦。那你們要知道，日本他們會有一個初期費用是跟台灣不一樣的。台灣就是房租2萬，你簽約的時候就是給2個月押金嘛，再付1個月，頂多6萬，然後那2萬是會退給你的嘛。那日本呢，他們的初期費用大概你要抓3.5到4個月。比如說你的房租大概是，我們就講10萬好了，初期費用可能會到40幾萬哦，因為他們會有很多細項是台灣沒有的，比如說火險啊，還有鑰匙的一個換鑰匙的錢啊，然後跟你收清潔費啦，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坑的啦，就是他們有一個保證會社。你是外國人，通常他們的租房是這樣，房東跟保證公司說我要租房子，然後保證公司就會幫這個房東全處理，保證公司在對外國人。假設這個外國人 A 呢，他付不出房租，這個保證公司是要賠錢的，賠給房東的，算是第三方的一個存在。那台灣沒有嘛，就是你就跟房仲，甚至直接對房東的都有。哦，日本是沒有直接對房東這件事情的，沒有看過啦，99%沒看過，除非你認識這個人。哦，所以就會有一個保證公司的會社，他會過來審核你的資格，他會打電話給你的父母，現在是打給我爸，確定我是不是本人，然後他也會要你的收入證明，存款證明，他怕你付不起，就是這樣的一個公司的存在。那他們是一個。在日本是一個很大牌的第三方存在，房仲怕他們，我們也怕他們，因為他怕他們不給我們審核過嘛，會被收一個這樣的費用，然後每個月還要再繳一個幾%，可能500-600的日幣去維持這個，我也不知道是幹嘛，反正就很貴啦。直接給你們看一下初期費用表，我給你們看一個大概的表格，他們就會長這樣，他們會算好一個表給你看。好，比如說這間房子是11萬，那管理費是8000，好，然後還有禮金跟服務金的部分，禮金是11萬。日本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他們有個禮金，房東不會退給你的，你是無償給房東的。這個文化台灣人非常不習慣。它有點像是就是說給房東一筆紅包，然後說謝謝你租房子給我這樣子，謝謝你租房子給我，我的誠意在這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請租給我。台灣人是不是覺得什麼東西啊？哦，日本確實有這個規定存在。那也有沒有禮金跟付金的？那付金呢，就是有點像是定金，他可能會退給你，那就是看你退房的時候，其實跟台灣很像啊，破壞啦、清潔啦，慢慢扣這樣。你也可以找都沒有的，好像我都是找都沒有的，所以我初期費用會低蠻多的。鑰匙交換貸3萬5，他們還有一個火險，他們會有一個保險，就是台灣也沒有保證會社費，就是保證公司的錢，通常呢大概是80%到100%，你有可能被收1個月房租，你有可能被收88%房租，就很坑啊，对，就不知道到底是這樣，真的很坑啊。然後還有一些仲介手數料啊。那我這邊跟大家講，仲介費呢，聯絡了也大概5-6個房仲，看到了最少都是0.5個月到1.1個月都有，超過1.1個月的就不要考慮了，那已經騙你錢的。0.5到1.1是他們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收費標準，都是有一個空間可以談的，51萬。可是你的房租只要11萬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這個準備，他們的初期費用會高很多。當然地區是有差的哦，福岡啊、北海道可能會便宜很多哦，福岡可能7-8萬就有了。在你們看到這個啊，就是我之前很想租的一間房子，但後來因為我剛剛說的海外審查這一塊沒有過，為什麼沒有過呢？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後來租給日本人了。原本我的房仲跟我說我是第1名，第一優先順位，我們先申請。可是保安公司就覺得你不行，就不給你租。我發現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狀況哦，所以建議大家多找幾間。他們的房仲的系統呢，跟台灣是不太一樣，他們都會有一個固定的一個系統，是可以查詢所有物件的狀況，然後他們會做成一個這樣的一個圖給你看。網絡上你自己找到的房源啊，90%都是被租掉的，或者是根本沒有要租你，保護在他們自己的房仲的系統。那其實我有偷問過，他們房仲去買這些資料，他們全國的一個統計的這個資料啊，房源啊是要花錢的哦，一年可能給這個系統多少錢？他們系統還有10幾20種哦，所以如果你買的系統越多，房源越多，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越多哦。這是房仲他們看的。你找房子有時候房仲沒有房子，不是因為他找不到，是因為他們公司沒有這個房源，或是被別的公司已經簽專約簽走了，大概是這種概念。好，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這個就是1K 而已，很大的一個客廳，有陽台，有開放式廚房、廁所跟淋浴的是分開的。日本的房子大概都是這樣子，日本是算平方米，22.91平方米，大概就是6.9平左右而已。你們看，這樣加管理費是12.2500元，是不是也是挺貴的呢？這間我沒有租到啦。好，那我自己的房子呢，跟這個格局是很像的，我也是1K 而已。我原本幻想我可以租到1LDK，但是1LDK 在東京可能要15-16萬以上，東京真的很貴。你要1LDK 呢，可能要台幣3萬以上。雖然看地區啦，但是你想要住在好一點的地方呢，台幣3萬以上非常貴。
各位，你們要做好準備。我的同學呢，也有人住9萬多的，可是他住很遠，坐電車到學校1個小時，每天這樣子，那個通勤成本算下來，你要花多少時間在通勤上？然後這邊我想要稍微推薦一下我的房仲，因為我找了5、6個嘛，最後呢是這個房仲幫我找到房子的，很親切，是台灣人，他還有給我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比如說廚房的清潔劑，然後垃圾袋，或是那個洗碗槽的那個小，就是裝廚餘的那個什麼小袋子，很熱心啊，所以我想要推薦一下。但是我想跟大家說，就是適合我的不一定適合你們每個人。我找了5、6個房仲，其中有幾個是朋友推薦給我的，但是到我這邊可能就是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剛好可能他忙啊，或者是剛好沒物件怎麼樣，我就找不到物件，這種情況是有的，不一定我的狀況適合每個人。好，你們自己去聯絡一下，自己感覺一下。但是因為我確實有被他幫助到，幫我找到房子，然後是我希望的預算左右，地點也是我想要的地點。再來是學費呢，我的學校呢在東京，我覺得算是中間價位的，一年大概19萬日幣，雜費算一算大概18、19萬左右。其實你算下來，我認真覺得啦，比起我朋友去菲律賓，什麼1個月花10幾萬台幣的我覺得這個便宜很多啊。我覺得日本真的是留學或讀語言學校呢，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個選擇。它的花費真的比什麼澳洲或是加拿大、美國便宜太多了，生活費也是，所以我就果斷選擇去日本。大阪大概是85到95萬之間。那為什麼我選東京呢？原因很簡單，我在學一個語言的時候，我希望除了學校以外的生活環境也是講那個語言的腔調。他們東京叫做標準語。除了學校以外呢，生活圈你認識到的可能打工的地方或是朋友啊，他們會講那個地方的方言或是那個腔調，會跟你在學校學的那個標準語會有衝突。你會覺得說，我在學校明明就是學到這個字，為什麼你們平常講話是講這個字？可能會有一些混亂狀況出現。所以我覺得我想要把我的標準語的日文學好，然後以後我再去大阪或是北海道或是福岡這些地方生活。當然都看你們個人，因為我有朋友也是去福岡，我也有朋友去大阪啊，甚至北海道的，自己選擇自己適合的地方。日本留學讀語言學校可不可以打工？答案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先申請這個表格，資格外活動許可，把它填完之後，我們入境日本的時候不是有海關嗎？拿出來，然後給他，然後他會看一看，然後 key 資料，然后打一打之後呢，恭喜，你可以在這邊打工了。好，那我也給你看一下，他會在你的留學生的那個在留卡這邊後面貼上一個，這個就是你可以打工的證明。那1周呢是上限28小時，好，一定要注意哦，沒有這個不可以打工的，你是違法的哦，千萬不要冒這個險，好不好？就是申請一下，下載一下，很快哦，萬一你違法被抓到了，你可能會被遣返，或者你再也不能入境日本，得不償失，好不好？那你也不能超過這個時數。你去找打工的時候呢，你一定要跟店家講你是留學生，你有這個限制。我的經驗呢，我去應徵了很多，他們都知道不會讓你超過。你們要記得，在日本找打工是非常的，我覺得不好找。生活費呢，我建議你们剛來的時候抓1、2個月是沒有打工狀態的，因為我到現在8月多，我也是最近才找到打工的。居酒屋的話，在鬧區啦，日文能力不是那麼重要，外國人很多嘛，英文能力會是一個很大的加分，還有我們中文能力呢，也是很大的加分。中文跟英文在日本其實是比你想象中還有用的，比起日文來說，這是我的一個心得啦。然後他們的時薪呢，最低是1226，好，比台灣多。我很少看到1226的，通常都是1250起跳啦。我覺得很重要是他們會有交通補助，哦，這個是台灣沒有的。甚至如果你在餐飲店打工的話，你可以先詢問一下有沒有伙食的補助或是員工餐。所以我覺得他們打工的福利呢，基本上比台灣好，時薪也比台灣多，但是生活費可能也比台灣高，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我建議啦，一定要打工。除了賺錢以外，我覺得練習日文的會話很重要。你要去選一個面對客人的，一直講日文的，他會比起你在學校學的還多。在學校其實你講不太到什麼日文，課本的會話呢，你很少用到啦，就是很教科書的。真正打工才是可以跟不管跟員工啦、老闆或是跟客人，可以練到日文的會話能力，甚至還可以交到日本朋友。所以我強烈建議呢，不管你缺不缺錢，打工吧。1年的總預算大概多少錢呢？會算上1年的學費跟生活費，房租呢1個月10萬，1年120萬，生活費1個月5萬，1年60萬，這樣算下來大概是270萬日幣1年，等於台幣大概60萬左右。日本的水電瓦斯都比台灣貴。我這個月房租剛來是電費1個月是6900日幣，瓦斯是1200，水費是800，一個人住而已，就正常的使用。夏天嘛，開冷氣開半天什麼的，你想更深可以開電風扇。打工1個禮拜抓20小時就好了，不要打滿。然後時薪我們算1250，然後這樣大概1個禮拜是2萬5日幣，1個月就是10萬日幣，基本上可以打平你的房租，基本上啦。如果你真的喜歡日本文化的，想要體驗日本生活的，真的
來絕對不會錯哦。我都34歲了，我都可以來了，我都可以放下台灣的一切來了，你們一定也可以好嗎？你們在刷這個預算的時候呢，可能有些人不會告訴你，就是你剛來日本1-2個月，你可能找不到工作，甚至2-3個月、3-4個月是找不到工作的哦。刷一個這個緩衝，現金一定要帶夠。最後呢，我講一下我代辦的部分，他們叫零薯條日本留學顧問社，非常的熱情，然後回復速度很快，所以我覺得小公司不一定比大公司差，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關愛，我覺得啦。好，然後因為剛來日本會很多事情嘛，就是為什麼我會選擇代辦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幾乎都會每個學期，他只要他有空，他就會來到日本幫該學期的新生們一起跑這些手續，他很辛苦啦。他帶我去辦了區公所的手續，還有國民健康那個健保卡，還有國民年金的減免。到底說我們是要繳國民年金的，但是因為我們是學生，可以做減免，我會差非常多，很便宜。那個手續那個申請表全部都日文嘛，非常的複雜，也是他帶我辦的。手機啦，甚至開戶，你要有一個最基本的一個郵局銀行的賬號啦，就像我們台灣郵局一樣，是外國人最好開戶的。其他地方呢，99%會被打槍。那開這個戶呢，也是很多手續，你要去當地，你要預約，你要拿申請表，然後你還要跟他溝通，那都是這個代辦呢會帶大家去處理。我覺得很安心啦。身為一個就是剛來日本什麼都不懂的人，日文也沒有那麼好，沒辦法溝通的話，有一個這樣的服務真的很安心。我們聊聊發現說呢，他很愛狗，他們每年呢會固定捐一筆費用給流浪動物之家。這個是我接觸這麼多代辦啊，詢問下來啊，第一次聽到有代辦會做公益捐款的啦。零薯條的由來呢，就是他們以前狗狗的名字過世了，用他這個名字來算是紀念他嘛。我聽得很感動，連他們那個商標啊也是狗狗的樣子，我覺得好可愛哦。他也知道，我有養狗，有看我頻道的觀眾就知道我是一個愛狗人士。我家有一只小小柴犬黑柴，然後叫卡比，然後他就來問我說，可不可以跟我的卡比做一個聯動的活動？那我想說，無傷大雅啊，我就答應他，所以我们就推出一個這個，噔噔，是不是很可愛 ？OK， 有卡比，還有薯條的樣子，我覺得很可愛啦。重點是它是錢哦。如果你是看我的影片來跟他們報名學校的話呢，他會給你們每個人一張這個哦，記得要跟他們索取哦。如果他們忘記的話，你一定要主動講，因為這個是錢。就算你覺得沒有很可愛好了。你對狗狗也沒有特別的興趣好了，你還是要拿好不好？因為它是錢，很重要。我講3次，它是錢，它是錢，它是錢。它的面額有分1000跟2000。如果你是短期呢，1周到3個月的話，它會送你一張1000面額的。好，如果你是3個月以上的，它會送你2000面額的，很好我自己當初都沒有這個福利。它可以消費的地方呢太多了，我會專門在我的資訊欄放一個網頁給你們看，各大地方你想得到的地方都可以花費，包括 Uniqlo， 包括便利商店 Lawson， 甚至家具啦，有的沒的它都可以消費。基本上在日本你想得到的地方都可以消費，不無小補，不無小補。希望可以給在熒幕面前的你們一點勇氣去做這件事情，我都可以了，你們一定也可以，好嗎？如果你們還有什麼不懂的，歡迎你們私訊問我，或是你找到的代辦房仲可能都比我清楚你也可以去做詢問。那如果我有看到的話，我都會回你們。OK， 那以上就是這樣。那也請大家可以追蹤我的日本留學的 IG， 上面會發很多日本留學相關的短影片啦，很白痴的一些乾片之類的。OK， 請你們多支持，謝謝大家，我是萊恩，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